冒险人星际旅行，异市场的诞生，飞行器篇，探索微观能量如何驱动未来。喵，还记得上一集吗？我们聊到异市场应该建立在原子外围，就像太阳系的奥尔特云一样，这样才能长久稳定。那么，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，来试试看，如果要打造一艘能进行星际旅行的飞行器，要怎么在它身上创造异市场呢？第一章，从电磁力谈起。先要一个简单的比喻，在你们人类的世界里，电磁力比万有引力要强大得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电磁力不是单颗粒子的力量，而是无数电子旋转方向一致后形成的集体场。同理，异市场力也可以这么做，它不是单一意念的作用，而是无数微观物质透过同步和同频产生的集体效应。第二章，异市场的共鸣共振。那要怎么让这些原子电子进入同步呢？其实人类早就有经验了，比如说音乐，当一个空间里响起稳定的频率，很多原子电子就会自然跟着共振，或者用电流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。当这种共振状态均匀而稳定，异市场的建构条件就准备好了。第三章，趋势引导，渡上异市场。接下来，飞行器就能派上用场。它的机壳表面本来就是由无数原子排列组成的结构，我们只需要把异市场布在这些原子的外围轨道上，也就是微观的奥尔特云位置，异市场就能依附在飞行器上。换句话说，机壳不只是物质的外壳，它会变成承载异市场的基地。该怎么渡上去呢？其实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把人的意念灌进音乐里。当音乐响起时，这股意念就会带动目标的微观物质，让它们自动调整，产生一种共同的趋势。就好像你在宇宙里放一颗人造卫星，它会乖乖的、高速而规律地绕着核心运转一样，材料自己会聚集在最合适的位置，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。当这个步骤完成了，异市场就能恒久稳定的存在，不会一下子消散。喵，最理想的情况是这样：异市场的一秒要跟人类感知的一秒同步，也就是说，当你用意念下达一个指令，异市场也在那个即瞬间完成动作。这样一来，用意念去联动它，去微调它，就会又准又省力。第四章，意念联动，微调启动。不过这样的建构还只是粗胚，要真正让它运作起来，就需要意念联动。再说那个微调的方式吧，把意念接上异市场做微调，就像太空站在高速轨道上对接人造卫星，两个东西必须同速、同方向、同节拍，才能平稳结合。可是在我们还没有任何微观工具帮忙以前，仅靠意念去做，只能做比较粗略的调整。想象你用手去摩擦一块铁，
这会让它带刺。类似的，当无数镀在原子表面的意识场一起摩擦时，就能产生一个更微小的磁场。这些微磁场合在一起，说不定会展现出超乎你想象的力量。不过毛仙人要叮咛一句，要做到真正让飞行器以极高速、极安静、极必好又极安全的运行，那不是几个念头就能达成的。要做到那种程度，需要意识场技术非常成熟才行。别急，先从简单、可控的实验开始，慢慢累积经验与工具，才是通往星海的正路。喵，说完了，记得耐心。微观世界像大海，得一步一脚印去探索才行。第5章，从原始人到文明。不过毛仙人要提醒你们，这条路可不会太容易。刚刚踏进这一步，就像原始人第一次拿起石头敲打，虽然粗糙，但已经是文明的开端。喵，特别要注意一件事，微观世界的复杂程度可是整个宇宙里最高的。所以啊，宏观世界用得到的工具和方法，理论上在微观世界也能复刻出来，但别以为只是缩小版哦。即使微观的时空结构比宏观还要复杂得多。举个例子，如果用光电去测量宏观世界，那时空的刻度大概是8的8次方这个等级。可是，一旦用微光电去观测微观世界，哇，刻度可能会跳到16的16次方。这就好像原本在看一张放大8倍的地图，结果一转眼变成放大16次方的超细致地图。所以啊，想要进到微观世界探索，心态要先准备好，那是一片更加浩瀚、更加精密的宇宙。等你们越来越熟练，就能把宏观世界里的科技手段一一搬进微观世界。那时候，星际旅行就不再是梦想。结尾，下一步。今天我们已经学会了在飞行器上创造意识场的基本方法。下一步，我们将回头探讨星际旅行规模与穿越宇宙的旅行规划。喵，准备好了吗？